大家好，我叫 Kelv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记得按赞、按订阅，还有转发我的视频哦，谢谢你们。那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四 ，OK。那今天最主要讲的呢，就是现在马来西亚人民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其实这个课题呢，在6月10号那个时候呢，就正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一个柴油的价格自由浮动了。我在5月28号有做一期节目的，就是说再接着下来。那期节目是说哪一些行业、哪一些人是可以申请200块的津贴，或者申请那个柴油津贴的。那今天呢是6月13号了，从6月10号到6月13号呢，我就一直在关注着在马来西亚的会影响到我们民生的，会影响到哪一些行业。他们接着下来有可能会起价啦。那今天呢，我这一期新闻呢，这一期节目呢，最主要是要告诉你们，目前我所看到的啦，有可能还有一些我没有注意到的啦。但是目前我所看到的这一些行业，会是哪一些行业？接着下来有可能会涨价。好，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就是在6月10号，正式就是这个星期一。正式柴油的价格每1公升涨至3块35仙，之前是2块1毛半的，然后就涨了1块2一公升。OK， 那这一个的话呢，相信大家到现在一定是知道了啦。那么接着下来，你们可以看一看以下哪一些领域的柴油车是可以继续享有那个津贴的。第一就是你年收入不超过10万块的柴油私家车，政府还是会补助你200块每一个月。第二个就是你是做养殖户、小园主这一方面的话，你的营业额是50千到300千一年的营业额，你也是可以获到200块的补贴每一个月。然后接着下来你可以用这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公共的交通业者是可以每1公升1块8毛8的补贴，然后还有运输物流者还是一样，跟回以前的那个价格，每1公升是2块1毛半的价格来买那个柴油，然后渔民的话也是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是每1公升只是1块6毛半的价格来买那个柴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些会影响到民生的这些课题的话，老实说，政府已经考量在内了，已经有给这些津贴跟补贴。其实这个还算好嘛，对不对？那么我们接着下来看这个新闻，就是你们可以看看柴油价格自由浮动的话，拖车费涨28%到50%。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的补嘛，拖车嘛，你们都知道，假设我们的车坏在路中那么现在我要叫拖车来拖我的车去厂修理之类的，那个费用会涨20%到50%，我算它一个30%以中间来平衡的话啦，那么如果是300块的话，就会涨60块；如果是500块的拖车费的话，就会涨150块啦。这个是拖车费就会涨了28%到50%，这是第一个。你们要注意啦，你们的车啦，千万不要坏啦。如果一坏在马路上的话，那么你们叫拖车的话如果你没有买保险的话因为保险有些车险的话呢，它有包括这个拖车费在里面的，就是你不需要付1分钱啦。不过他们也算公里了。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它就会涨价20%到50%，这是第一个会涨价的。这是我目前到现在所看到的啦。第二个，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因为他们没有补贴，就是旅游巴士，好像假设现在我要坐巴士旅游的。然后去云顶去玩2天，那我需要坐旅游巴士上去的话，我就会涨价了
对那个旅游巴士的这些从业者，他们就会涨价这个是极致，他会讲极致涨价30%哦，如果100块就涨价30块哦，如果50块就涨价15块咯这个以此类推了。然后还有那个砂石罗里还有那个泥基业，这个是在建筑方面的啦所以他们也会涨价。如果建筑就是代表未来我们买的那些屋子店之类的或者租的店这些通通有可能都会涨价啦。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啦，如果你有打算要买屋子在未来的话啦所以这个你们可以看一看旅游巴士、砂石罗里还有泥基业。泥基业跟砂石罗里是关于到建筑这一块的嘛，因为他们没有拿到补贴。当然我们也要接着下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旅游团上涨10%啦。因为他们没有拿到那个津贴嘛不过今天我有看到那一则新闻，就是他们有去诉讼就是去讲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很大啦，关于他们旅游业者啦。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就是给旅游部、财政部、交通部他们张庆信就是我们的旅游部长，他有说会去讨论这个课题啦。所以当然旅游团费会上涨10%这个就是这个新闻他所讲的啦。OK， 那么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的，在柴油取消的话，当然对于那个完全没有被补贴的，这些都是业者他们这几天他们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未来有可能会涨价啦，或者是旅游巴士的话，旅游业者的话，他们去跟政府已经提了那个备忘录，让政府希望可以给回他们这个津贴所以今天呢，你们可以看一看这几样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拖车费咯，第二个就是砂石咯、罗里咯、旅游巴士咯泥基业咯，这些都没有中补贴。第三就是国内最主要还是那个旅游巴士啦，他们也已经提成了那个备忘录。然后我们来再看一看政府今天呢，它取消了这个柴油津贴的话，它以补贴的方式来针对各行各业甚至于针对人民。因为在这里的话呢，它有针对到人民，如果你的收入不超过100千以下的柴油私家车，每一个月可以获得200这个其实已经补回给那些不超过就是你现在如果收入没有超过10万块以上的，就你不是 T20 嘛，那政府还是每一个月会给你200块只要你去申请，对吧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旅游巴士的话，他们会涨价，就代表如果政府接着下来还是没有去给这些旅游巴士津贴的话，那么他们只能起价咯他们只能上涨10%。如果你现在报团300块的话，你要给330咯他们会涨价18%嘛那一个人如果我们说300块的话啦，他一个人多差30块，一辆巴士假设有30个人就1500块呢，对吧但是他的柴油会不会用到15块，这个是另当别论啦他们说要去他们已经讲要上涨10%了。那么政府如果今天呢，他取消了这个柴油津贴的话，你们可以再看一看这个大马柴油的价格，就是柴油的价格实施那个自由浮动的话呢，那么泰国的车辆到我们的边境加油拒检这个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呢？我们泰国跟马来西亚就是属于边境罢了嘛，很多泰国车他们就是开进来，因为泰国的油很贵的嘛，他们开进来马来西亚加完油过后，然后再出去了。现在政府把这个津贴拿回来，就是自由浮动的话，这样的话呢，对这些从泰国进来的这些车在我们马来西亚添油的话，如果政府继续补助这个津贴，继续还是像以前的2块1毛半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把我们马来西亚的钱补助给他们啦，给他们去打啦，对吧
1个 liter 如果相差快2的话，1000个 liter 1个月有多少个 liter 啊？1万、2万、5万、10万、20万，像这些钱我们政府是不是白白就给了？我们马来西亚政府了，不是我们是啦，对吧？那我们政府今天取消了这个柴油津贴给他自由浮动，然后他会针对性的对每一个行业，针对性的对人民，这样其实像我之前我那一期视频我讲了，其实我是赞成政府这样做的，针对性的补贴，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补贴嘛，对吗？这样的话呢，按话说，我们马来西亚政府说会省下40亿嘛，至于这个40亿他怎么去用，我们不知道，因为政府不是我们嘛，这个就要看他自己怎么去用这个40亿啦。但是据我这样所看的话，所看得下来的话，政府不只是可以省下40亿的，这个是我这样看的话啦，因为它不是每一个行业它的津贴嘛，就好像那些走私柴油的那些自然而然会减少嘛，对吧？这样其实它是保护我们的国家的那个钱当然有些人认同，有些人反对不知道你是否是你本身有没有影响到你呢？在你会不会影响到你呢？简单来讲，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去讨论一下，有影响到你没有呢？因为这个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啦，今天才是第4天，真的是柴油自由浮动。那么对于现在整个局势，我们还接着下来还要往后面去看到底会是怎么样啦。当然旅游巴士的话，它没有给这个津贴的话因为马来西亚最主要还是旅游，是外国来马来西亚，他们都会坐这些巴士，旅游巴士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我们去旅游，有可能我们要给的那个费用会更高一点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吧？当然旅游业者他也不可能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嘛，他不可能自己吃下这个东西的嘛。但是真的是如果以一个国际来讲的话啦，国际的油价我们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已经算是第2便宜的国家了，3块3毛半，有可能之前政府给的补贴大家打油打那些柴油的啦打油打得下去的话觉得这个油价很便宜OK 咯，他们算在里面然后现在突然间它直接这样涨那么高的话，当然每一个人如果我有用柴油车的话啦，我会觉得哇涨那么高200块够我用咩？有可能我半天我就跟他如果我是来回跑的一直跑来跑去的，当然如果我是有开柴油车的话，一定是不够的嘛，对吗？因为它1个 liter 就涨快2000了，它补你200块的话，大概可以多少个 liter？100多个 liter 罢了嘛。所以今天政府实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有相关的行业，他们觉得对他们影响非常大的那些行业，他们有跟政府去申诉啦。OK， 那么我们也接着下来看他们可以不可以申诉的成功之类的都可以嘛，是吗？因为政府有说了嘛，如果真的影响到你的行业特别巨大的话，你们可以去申诉，然后看政府怎么去帮助你们对不对？那好吧，那今天的这个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希望你们会喜欢。因为这个新闻我关注了这几天，关注下来的话，我看到很多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我不懂他们是真的是影响到他们，或者是没有啦，就在那个一讲到柴油，他就在下面一直骂政府这个怎么去拿掉这些津贴之类的。不过有好有不好嘛，当然我是站在这一边嘛，肯定有分为2边嘛，一个支持一个反对嘛，对不对？不知道你们是属站在哪一边，我们也可以站在中间。然后我们那一期视频我已经讲我是开油车的嘛，
当然，如果它在黄牛那边动的话，肯定会影响到全马来西亚的人，不只是影响到开柴油车的，你们认同吗？所以政府在黄牛那一边的话呢，他也相信了，我相信了，他也不会去动它的啦。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可以留言去讨论。当然，我们是看事实，真的是发生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只能接受嘛，对吧？它会不会扭转，又是另外一回事。扭转对业者来讲有好，对业者来讲有可能是一个好事啦。如果它扭转，但是对我们人民来讲的话，我们做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只能你涨价，业者起价，我们人民给更多的钱出去消费，就是那么简单，通膨起就是那么简单嘛，对吗？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吧。好，那今天的这一期新闻我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啦，希望你们会喜欢。那我们记得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记得按赞、按订阅，还有分享这个视频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